穿越成年代文里的工具人，这大冤种谁爱当谁当，我不伺候。父母要把我小女儿送人，我直接报了警。要我干最多的活，受最多的气，我直接提出了分家。长生刚穿越过来，就遇到了苗母要将小女儿过继给人。孩子又不是给外人，他姑还会苛待自己侄女，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可是二丫她才4岁，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吃饭的人多，劳动力少，鹏鹏又要上学了，也是一笔开支。二丫留在家里也是吃苦。他姑家可是在城里，城里什么条件？人家可是顿顿有白米饭和肉的。二丫去他家，那是掉进蜂窝了。见大儿媳仍然一根筋，苗母摆出讲道理的架势，好说歹说了一阵子。见于秀琴仍不同意，苗母也来火气了。这事情你做不了主，我和他爷爷已经定下来了，而且这是二丫爸也是同意的，对吧？长生整理完原主的记忆，于是摇摇头说道：我不同意，小妹生不出孩子，说明她命中无子。老话说命里无时莫强求，强求了反受其害，咱不能害二丫，也不能害了小妹啊。苗母和于秀琴都没想到，一向沉默寡言的她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一下子嘟愣在原地。你这不孝子，你咒你妹是不？苗母立刻就嚎啕大哭起来，边哭边骂自己儿子不孝。长青让于秀琴带着二丫回房间，自己走到厨房找吃的，不一会就拿着2大碗腊肉包饭进了自己的房间。不是刚吃过晚饭吗？怎么又做了饭？知道你们都没吃饱，我就再做了点。你把腊肉这样煮了，爸妈会生气的。咱俩天天挣工分，干活最多，家里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咱挣来的，有什么不能吃的？我想通了，他们根本没把我当儿子，在家里长工都不如。今天能送咱们小女儿，明天就能送大女儿。为了孩子，我也不能继续像以前那样了。大丫听说要送走妹妹，当下就急了。爸，我们不送走妹妹好不好？我可以少吃点，把饭分给妹妹吃。你们都是爸爸的好孩子，爸爸不会送走你们任何一个人的。只要我没有道德，谁都绑架不了我。苗母一个人骂累了，才想起大儿子进了厨房就没见出来。到厨房一检查，发现腊肉没了一截，于是气冲冲走到大儿子房门口。你这小崽子，那点肉是留给你小侄子过生日吃的，你一个大人还跟小孩子抢食吃吗？你怎么不去嘎？长生从房里走出来，剩下的肉呢？拿来，给你侄子留着。吃完了。等你爹回来收拾你。第二天早饭时，桌上除了日常的萝卜白菜之外，竟然还有盘肉菜。苗母笑眯眯的，就好像昨天的不愉快没有发生过一样。来，老大起来了，一家子快坐下来，这就开饭。以前原主也闹过脾气，这时候家里就会做一顿好饭，再谈谈父母的不容易，讲一讲以前为他的付出，原主脾气自然就没了。原主吃这一套，我可不吃。老大，爸妈以前养活你们兄弟俩不容易，小时候你……苗父刚起了一个头，苗长生3下2下就把硬菜夹完了，分给了老婆和女儿一些，自己也大快朵颐起来。几个小崽子，只当吃好东西。妈，你这心眼也偏到没边了。家里鸡是不是大丫天天去喂？猪草是不是大丫去打来的？我和秀琴每天都是满工分，家里的粮食大部分都是我们挣来的，吃点东西又怎么了？大哥，你这什么意思？嫌我跟你弟媳工分挣得少啊？你也知道你们挣得少啊，就你们那点工分，你儿子能养得那么白白胖胖的？老大，你没有儿子，以后你们2口子说不定还要鹏鹏给你摔盘送终呢，怎么能这说话？爸妈，现在都什么社会了，妇女早就能顶半边天了，我又不是没孩子，2个女儿照样可以送终。老大，你2个女儿，即便是养老送终一个就够了。你妹和妹夫结婚这几年都没有孩子，你就帮忙，让二丫过继过去。你妹夫家条件比咱家好多了，去了就是享福。再说，也就在县城里，你们2口子也可以去探望嘛。都是自家兄妹，有什么不放心的，就当是走亲戚了。一家子轮流说话，就是为了将二丫送出去。苗长生越听越气，他见于秀琴俩几个已经吃完，就让他们先回房间。哼，把二丫送出去，我觉得倒是可以将苗鹏送出去，他是儿子，妹夫肯定更加乐意，让他去城里享福好了。鹏去姑姑家天天吃肉好不好？好，走，去姑姑家吃肉。他大伯，鹏是我们的命，谁都不能把他送走。叫你一声大哥，你还真当自己一回事儿了，还想把我儿子送走？我不明白你们怎么那么大火，你们能同意将别人的女儿送走，别人就不能提议送你儿子吗？这是什么道理？天哪，我是造了什么孽，生出这样的不孝子？长生就当没听见，一顿早饭吃得不欢而散。随后一大家子都去上工了，现在还是计工分制度，有多少工分就能分多少粮食，不干活就没饭吃。劳动时，不少邻居问他这2天家里的情况，
长生也没有什么家丑不可外扬的想法，直接就把苗父苗母不顾夫妻俩反对要将二丫过继给苗巧燕的事情说了个明白，还说这2天就是因为他不同意才在家里闹腾呢。国家早就有法律规定，不能随意送孩子了，这可是违法要坐牢的。哎，我们当然是不同意，只是弟弟弟媳一天就5、6个公分，鹏鹏要上学了，家里开支大，我妈就是想省一个人口粮。你弟弟弟媳成年人，一天就5、6个公分。他们都是高中生，有文化，爱干净，脏活累活都不愿意干，有啥办法？大家都是地里刨食的，风吹雨晒，哪能干净得了？谁又比谁更高贵呢？有文化怎么了？知青还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呢，干活挑挑拣拣的怎么能够受教育？照我说，你们2口子还是太老实了。你们一天挣满公分，养2个女儿根本就不成问题。要送人也送不到你家二丫头上。长生苦着脸，一副虚心听取教育的样子。渐渐的，苗家众人感受到了来自舆论的压力。出门后总是有人偷偷议论自己，肯定是大哥到外面乱说。现在全大队人都知道我一天挣5、6个公分了。家里的事关起门来说不行吗？非要嚷嚷到众人皆知，名声坏了，整个家里的名声都好不了。苗国栋受不了大队里人异样的眼光，随即说道：爸妈，你们赶紧联系下小妹，帮我们介绍到城里去当工人。去城里当工人还要再联系一下巧燕，她上次说的孩子的事儿，你大哥又不同意。长生正思考着前世剧情，过2年就会恢复高考，家里苗国栋夫妻都要备考，家中的活就都堆到了原主夫妻头上，起早贪黑忙都忙不完。几个月下来，于秀琴都累病了，还是得在恢复高考之前分家才行。思考中，一双小手蒙住了他的眼睛。爸爸，你猜猜我是谁？大丫。爸爸，你真聪明，一猜就猜中了。你喊我爸爸，自然是我女儿，这就好猜了。原主与孩子们都不是很亲近。他白天在地里忙，回家了也被指使来指使去的，一刻不得闲。长生来了之后，该干的活他干，不该他干的活不沾手。吃饭时候有好菜，他也强势的给大丫二丫分一份。一段时间下来，2个孩子对他亲近了不少。大丫，想不想去上学啊？上学？爸，你说的上学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你和二丫只要想上学，爸爸肯定都会支持的。不信的话，我们可以拉钩。那我告诉二丫去。长生也回到了房里。我说，大丫也到了上学的年纪了。大丫上学，妈肯定不会同意。农村女孩子上学的本来就少，苗朋友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不用想，妈也只会让他上学。妈那边我来解决。另一边，苗国栋和李颖也在商量孩子上学的事情。哎，鹏鹏上学的事你跟妈提了没？这还用提？我妈都供我跟我妹上学，咱老苗家第3代独苗苗，肯定是要读书的。我这不是担心大哥有意见吗？大哥，这个家还轮不到他做主。哎，咱们要是能进城里工作就好了，这样鹏鹏就可以在城里上学，也不用看大哥的脸色。现在距离秋季开学还早，趁着农忙时节多挣点工分才是正经。这天，长生正在地里除草，大丫上气不接下气的跑过来：爸妈，二丫不见了！不见了！于秀琴放下锄头就往家里跑，长生也赶紧跟大队长请假，然后带着二丫赶了回去。路上他才知道，大丫上午出门打猪草，到中午回家就没有看到二丫，四周找了一遍也没有见人。不一会，2人也赶到家里。当家的，二丫没有在家。别担心，肯定能找到。你和大丫留在家里，我出去找。长生沿着出村的路往外走，路上碰到人，疑问：好吗？苗巧燕果然来过村里。果然如此，以为生米煮成熟饭，我就会捏着鼻子认下来，天真。然后直接走到公社，走进了派出所报了案。等他回来时，身后就跟了2名公安。路上村民问出啥事了，他就说怀疑二丫被人贩子拐走了。听他这么说，众人纷纷跟上往苗家走去。家里，苗母等人下工回来，于秀琴眼睛都哭肿了。妈，二丫不见了，前后后都没找着。苗母眼中闪过一丝不自然。老大呢？他去哪了？他下午就出去找孩子了，还没回来。哎呦，这不是耽误挣工分吗？孩子没有丢，是他姑过来接走了。巧燕为什么要接走二丫？之前不是说把二丫过继给巧燕吗？就让他先。我们什么时候同意过继二丫的？我作为二丫父亲都不知道。苗母话还没说完，长生的声音就从门口传来：苗老弟，这就是你们做的不对了，人父母不同意，哪能直接把孩子送走呢？老苗家6个劳动力，难道连孙女都养不起了？这不应该啊！2位公安也开始盘问情况，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说你们为什么将孩子送人，怎么送的，又有谁参与？苗父只得颤颤巍巍地将事情前后说了明白。事情也不复杂，就是苗巧燕结婚几年没有孩子，所以想要过继一个孩子撑面子，并且答应帮二哥在城里介绍工作。于是，在苗国栋的建议下，就先斩后奏，直接让苗巧燕来把孩子抱走了。你们知不知道这是犯法的？
我们哪里知道孩子过继给自家姑姑也犯法呢？即便按照农村的惯例，过继孩子是不是得孩子父母点头同意？没错，没错。之前你们提起这事，我就说了不同意，没想到你们竟然趁我不在家直接将二丫送走。爹娘，你们这样的做法，不论是按照村里的惯例，还是按照法律，都是不对的。我倒是想问一句，你们到底有没有把我当做你们的儿子？有没有将大丫二丫当做你们孙女看待？我们当然，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和弟弟妹妹争过什么。他们读书，我在家里帮忙干活；他们穿新衣服，我穿旧衣服；他们吃细粮，我跟你们一起吃粗粮。这些我都从来没有抱怨过。可是，孩子就是我的命。你们明明知道我不同意送走二丫，你们还要偷偷将她送走。我说苗老弟，你糊涂啊！家里就3个孩子也不多，咋就不能一碗水端平了呢？你家老大我也是看着长大的，老实巴交的一个人，家里家外的活都是一把好手。你们这样做伤了孩子的心，到时候和你们离心了就不好了。女儿我是一定要接回来的，而且这个家我也不想再待了。树大分叉，子大分家。爹娘，我们兄弟2人也都已经成家，不如我们就此分家，各过各的日子吧。不行，不行，你们都觉得我克你们了，还要把我留在身边干什么？还是你们想继续用我的女儿给你小儿子换城里的工作呢？苗父苗母脸上一阵青一阵白，他们以前确实认为大儿子克父克母，所以小时候对他很不待见。可后来2人也明白了，那就是封建迷信，只是对待他已经形成了习惯，就这样保持了下来。分家就分家吧，爸。于是长生就请大队长以及在场的所有人做见证，当场就进行了分家。这年头也没啥分的，主要是分粮食。为了快捷起见，粮食只分了足够他们一家子下半年的口粮，锅碗盆瓢分了1套，6只鸡分了2只，被子等个人用品就随个人带走。至于房子，他早就和大队长申请了1套2间的空房子暂住。这时候苗母才意识到老大对于分家其实图谋已久。长生带着于秀琴和大丫终于到了新家。我真没想到咱们也还有分家的一天。于秀琴觉得很开心，如今二丫也没有送走，丈夫还开始真正为这个小家谋划考虑了，而且做得还很不错。我们请2天假，我去接二丫回来，然后把房子收拾下，反正挣工分也不差这2天。第2天，长生就到了城里，找到苗巧燕家里。二丫，爸爸来接你了。大哥，妈没跟你说二丫的事情吗？爸妈都同意的，你不能带走。二丫是我的女儿，爸妈说了可不算。原剧情中，苗巧燕过继了二丫，也只是开头那段时间对她还不错。2年后，她自己的孩子出生，二丫在她家里就是当长工使用。为了200块钱，安排她嫁给一个有家暴倾向瘸子，害得她一生都不幸福。长生一把将二丫抱起，这时一个男人走了出来。你要干什么？大哥，你这是干嘛？我说了，我就是来接二丫回家的。妈都同意将二丫过继给我，你凭什么接二丫走？二丫是我的女儿，我不同意，谁都没权利过继她。而且我和秀琴已经分出去过了，爸妈也管不到我头上。你说你们分家了？不错，所以你也别拿爸妈来压我。这时却来了2名公安。哪位王女士报的公安？我报的公安，他直接闯进我家要抢走孩子。是他们未经同意带走了我的孩子，我昨天已经在红旗公社报了公安，那边有记录，你们可以电话了解情况。其中一位公安借用王家的电话向红旗公社派出所核实情况。小朋友，他是你爸爸吗？他是我爸爸。不一会儿，核查的公安也确认了情况。即便是亲戚也不能随便抱走别人的孩子，你们这样的行为，若是人家要严格追究是要坐牢的，知道不知道？我是孩子他姑姑，就是将他带到家里玩玩。你要不是孩子他姑姑，我们现在就已经将你抓走了。你可以带孩子走了。长生随后离开王家，本打算在城里好好逛逛，看看这个世界的行情，结果却是让他大失所望。个体工商户还没有出现，做买卖有点困难啊。随后又到供销社了解行情之后，他才离开了供销社。宿主，你要买东西的话，可以去黑市看看。你这个外挂终于也发挥了一次作用。长生按照系统的指引到了黑市。兄弟，需要收音机吗？上海拍不需要票。长生摇了摇头。那你有东西也要出货吗？长生想到了系统空间里的东西。我朋友手里有一些苹果，托我问问，不过他只需要钱票。苹果能稳定供应不？想什么呢？这东西哪能稳定供应？我也是帮人处理。看来是帮领导或者是帮领导的亲戚处理东西的。苹果的话，每斤5毛钱，这个价格可以。于是2人约定晚上在西入城口交易。其他人都叫我张麻子，我们晚上见。等长生到家时，已经中午了。于秀琴看到二丫回来，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回来了，快来吃饭。吃完饭，又把屋前屋后收拾干净后，长生又去了县城。当他到达约定的地点时，张麻子已经在等他了。老弟，你终于来了，我还担心你舍不得货了呢。货不是我的，我自然舍得。长生没有多说，将篮子上面盖着的布掀开。好东西，
你这苹果看着还新鲜呢，保存非常好，不会是特供的吧？长生只是笑了笑，做出一副你懂得的样子。张麻子考虑到品质确实高于市场上的东西，又主动加了1块钱。长生就这样揣着6块钱的巨款回家了。相比长生的收获满满，苗家这一天过得就没有那么愉快了。苗母一顿饭做下来，腰都受不了了。等到吃饭时，众人都皱着眉头。妈，你这白菜也炒得太老了，吃起来跟嚼干菜样的。奶奶，我要吃煎蛋，我要吃煎蛋。今天的红薯切块有点大，里面都没太熟。之前一直都秀琴做饭，我有些手生了。等一家子吃完饭收拾好，又有新的问题了。猪草谁去打？以前都是大丫打猪草来着。苗母就将目光看向苗鹏。鹏鹏还这么小，他比大丫就小2个月而已。大丫去年就开始打猪草了。奶奶，我不要打猪草，我要和大壮他们去河里捉鱼玩。打猪草很容易的，你打猪草回来后还可以去玩。你看大丫1个上午就完成了。苗鹏还是哭哭啼啼的不答应，不干就不给饭吃。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等中午回到院子时，发现苗鹏只找了一点猪草，而且还是连着根茎一起拔回来的。苗鹏呢？鹏鹏肯定和小伙伴去玩了。当天晚上，苗鹏就挨了一顿骂，系统将苗家的情况告诉了长生。火星子落在自己脚上才知道痛啊！等着看吧，苗家的精彩日子还在后头呢。第二天天还没亮，长生就进了后山。等他回来时，不仅采了一堆野菜，手上还拎着一只野兔。哇，爸爸，这是山上捉到的吗？爸爸好厉害！今早就加个菜，多放点辣椒。好嘞。长生麻利的将兔子清理干净，不一会，一盘辣乎乎的油爆兔肉就上桌了。爸爸，我们以后能天天吃肉吗？城里人都不能天天吃肉呢，你还想天天吃肉？以后我们争取1个星期吃1次肉，好不好？真的吗？那太好了。于秀琴看着长生与2个女儿说笑，一瞬间鼻子一酸，忍不住伸手摸了摸眼睛。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长生除了上工之外，总是想办法弄到些吃的改善家里的伙食，还拿去城里卖了2回。这是卖野味赚的钱。1个兔子卖了20块钱。想什么呢？1个兔子哪能值那么多？之前卖了野鸡和鱼的钱都在这里面呢。而且黑市比外面要贵一些。黑市会不会被抓啊？我小心着呢，而且现在也在逐渐放松管控了。不过你也不要到处说。有了这钱，等秋季开学，我们就送大丫去大队小学读书。我知道了。这天，一家子正在吃晚饭呢，苗母就推门进来了。你们倒是伙食开得好。看到大丫和二丫正在吃着鸡蛋羹，心中更是不痛快了。你们是哑巴了吗？不知道喊人，女孩子家家的吃什么鸡蛋？不知道把鸡蛋省下来卖钱吗？你们不卖拿给我去卖，到时候给你们钱。妈，我和秀琴还指望大丫二丫给养老呢，鸡蛋当然要给他们吃。再说，你眼中可只有宝贝孙子苗鹏，可没亲近过他们，凭什么还指望他们亲近你？凭什么？就凭我是他们奶奶，是你吗？长生不想与苗母继续争执，于是埋头吃着饭。明天让大丫到老屋那边去打猪草。爸，我们都分家了，你们养的猪跟我们也没关系。大丫为什么还要去打猪草？分家了还来使唤我女儿，想得美！你们过年不要吃肉吗？到时候分你们一些肉。苗母也是没办法，苗鹏前面还打了几天猪草，最近更是直接罢工了，宁愿不吃饭也不去干活，家里也是拿他没办法。我们一家已经分出来干过了，大丫去给老屋干活算什么事呢？你们能给他记工分，还是能给他算钱啊？老大，你怎么钻到钱眼子里去了？大丫来打猪草，我们管饭总的了吧？我不要吃你们的饭。哼！老大，你教得好啊，才分家几天就不喊人了，还顶撞奶呢。就一句话，你让不让大丫来打猪草？我不许大丫去打猪草。妈，你偏心苗鹏，舍不得他受累，我也心疼自己女儿啊。况且秋季大丫就要去上学，也不可能去打猪草。送丫头片子上学，你们就这么过日子的吗？鹏鹏跟我没关系，我也不指望他养老，你别老拿他说事儿。行，你就指望这2个女儿给你养老吧，以后有你的苦头吃。爸妈，我真的可以上学吗？他认识的小伙伴都是帮家里干活，只有男孩子才能上学。当然，不仅你要上学，二丫也要上学。如果你不信的话，爸爸与你拉钩。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秋季开学。吃完饭，一家子出门送苗心去大队小学。哎呦，你家大丫这一身可真漂亮。我现在叫苗心。苗心，这名字好，是你爸爸取的还是妈妈取的？爸爸取的，我妹妹叫苗莹，也是爸爸取的。这时，苗母和李颖带着苗鹏也走了过来。不会过日子的东西，以后有你们苦日子过的。长生也不想理他，但是苗鹏见到苗心身上的书包后，立马不平衡了。奶奶，大丫都有书包，我也要书包，我也要书包。我现在不叫大丫，我叫苗心。苗心，大哥大嫂都没文化，没想到改的名字还不错。
为了方便上学，就给她们姐妹都改了名字，大的叫苗心，小的叫苗莹。鹏鹏乖，回去让你妈妈给你缝一个书包。乖，回去妈妈给你缝一个蓝色的书包，保证漂亮。我不要缝的书包，我要它那种，要有五角星那种。哎，大丫，你是姐姐，书包借给鹏鹏用几天？鹏鹏可没把苗心当姐姐，刚才都是叫大丫呢，所以我家苗心也没有这样的弟弟。说完，直接就带着一家子走了。哼，这个不孝子，一家子都不孝。时光飞逝，转眼就到了寒假。苗长生准备回老家商量一下过年的事，因为按照这边的习俗，只要父母还在，即便已经分家的儿子，过年也是要一起过的。鹏鹏，告诉妈妈你在学校考了第几名？第11名。总共12个学生，你第11名。奶奶，我爸要打死我，妈，好痛！一个学期2块学费呢，就考第11名。苗长生就是在这个时候进来。哎，国栋，你这是干嘛呢？大冬天的追着孩子打什么？你是来看笑话的吗？不，虽然我家苗心2门课都考100分，还拿了第1名，但我还真不是来炫耀的。随后把今天来的目的说了出来。哼，你还知道自己有父母啊？你要来吃年夜饭可以，每个人要出1块钱的伙食费。他可知道老大家里今年分的粮食不比他们4个劳动力分的粮食少。这个不孝子有粮食也不知道孝敬下父母，要来吃年夜饭总得让他出血。妈，我回自己家吃年夜饭还要交伙食费，而且4块钱都够我们一家子到国营饭店开一桌席了。你不怕别人说你不孝，你就去国营饭店吃吧。那我家出4块，国栋家呢？他们也在家吃饭，是不是也要出钱？我就跟父母住在一起，还要交什么钱？你的工分还不一定比妈拿得多呢。父母不需要我们养吗？难道就只有我需要出钱？爸，你觉得这样公平吗？老大，你也别怪你妈，你家现在条件好些。行，这4块钱我就当孝敬父母了。但是我们就来吃饭，你们也别想做饭洗菜还要秀琴搭把手。随后就直接摔门而去，留下面面相觑的几人。老大还是与我们离心了。离心了又怎样？难道还敢不给我们养老不成？下次一定要把成绩提上去，别考不过那丫头片子。苗国栋想起苗鹏的成绩，又拿起竹条子给他抽了一顿，最后还是李颖拦着，这事儿才算告一段落。这天，长生带着一家人到城里采购年货，回到家门口就看见苗母眼睛通红的在那里等着。你妹离婚了，晚上过来商量事。撂下这么一句话，苗母转身就回去了。看来是过继2丫未成，又怀不上孩子，王志顶不住王母的压力，最终离婚了。不过这大过年的离婚，恐怕苗巧燕也会很不甘心吧？你说巧燕离婚了，会回来住吗？我们已经分出来单过了，回来住也是住老屋，和我们没有关系。长生吃完饭就往老屋赶去，这是他第2次见到苗巧燕，她看起来比上次要憔悴很多，眼睛红红的，显然刚刚还哭过。都怪你，非要把2丫接回来，现在害得你妹离婚，你满意了？公安都说了，你们那是犯法的。我接回自己女儿，可是避免了你们坐牢，这难道不是好事？再说，他们离婚归根结底是他们夫妻俩的事，可不能怪到别人头上。你看你的好儿子，我说一句，他那有10句等着我。苗父也没什么办法，只有默默抽烟忍着。他其实有些责怪苗母等人将老大逼太急了，非得先斩后奏把2丫送走，结果是离了心，分了家。现在家里1年的工分就够吃饭了，日子比以前过得紧巴巴的。大哥，我离婚了，只有回来住。长生见他的目光扫向自己以前住的那间房子，就明白他的意思了。我分出去时这里的房子我没有要，你想住哪间就住呗，我没啥意见。不过你最好也问问国栋和李颖的意见。我住你那间房子跟2哥有什么关系？跟我没关系，难道跟你一个外嫁女有关系？妈，鹏鹏大了，跟我们一个房间不方便。之前不是说过等过完年就让他搬进去睡吗？妈，女儿离婚没处可去，2哥他们这是要逼死女儿啊！说着眼睛一红，眼泪就哗哗往下掉。长生看着苗母左右为难的样子，决定加一把火。妈，你以前不是说巧燕和国栋双胞胎感情好吗？又都有文化，咋还能这么让你为难呢？我看这房子反正是爸妈你们手里修建的，不如你们直接向住这里的人收租金得了，这样大家都公平。这建议不错。大哥，那你以前住这里交租金吗？我现在住的房子交租金啊，以前不交是因为那时候没有争议嘛。现在你们有争议，而争议的房子又都不是你们的，是爸妈的，那不如都交租金得了。再说你们和爸妈住一起，交了租金还不是你们一起用。苗母越听越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反正房子现在还是老2口的，收点钱怎么了？很合理，而且手上有钱儿女们才会更加孝顺。见2老都有同意的架势，苗国栋和苗巧燕都急了。爸妈，村里谁还收自己孩子租金啊？这样不是闹笑话吗？就是要收也只能收回来住的女儿的租金，儿子本来就该分房子的。
我户口一直没迁，房子本来就该有我一份。二哥，亏你还是高中生，主席都说要男女平等了。两兄妹争得不可开交，苗母破天荒的觉得老大还真算是比较省事的，说搬走就搬走。巧燕回来住可以，也不收租金，不过除了上工挣工分赚自己的口粮外，还要负责帮一家子做饭，这事就这样定了。讨论完住的事之后，又谈到离婚的具体事宜。在了解到苗巧燕就分了100块钱之后，长生一拍大腿：“小妹，你这亏大了！怎么就亏大了？王家有多少存款，你知道不？王家防着我呢，钱都不经过我的手，哪里会知道有多少存款？那家里1个月大概花掉多少钱，你是知道的吧？”王志跟他妈都是城里户口，有定粮，家里没用孩子，花销也比较省，大概要花15块左右。苗父苗母有些咂舌，1个月花费15块，要知道农村1年都还存不到15块钱呢。王志结婚那时候就是1级钳工，工资有32块，后来又升级为2级钳工，涨到42块，1个月起码还能结余10多块呢。就按1个月存10块来算吧，你们结婚5年了，存款至少也有600块。怎么也不该分你100块呀！苗国栋开始还觉得分100块很多了，这么一算还真不算什么。这简直就是欺负人。可是我没有上班挣钱，这你就不懂了。国家都规定了，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和处理权。况且你在家煮饭照顾他妈，这也一样是劳动。就是小妹辛辛苦苦做了5年家务，分300块都是少的，这事情不能这么算了。都已经离婚回家了，不占理啊！现在还有什么办法？我们可以去王家闹嘛，去他单位，城里人不是最爱面子，到时候肯定要补钱给你的。不行，不占理就是最大的理亏。你妹没有生孩子，这年头没生孩子，到哪里都说不过去。没生孩子不一定是女人的问题呀，我看乔燕有力气，身体好得很，那王志还瘦瘦弱弱的，细狗一条，说不定是他的问题。乔燕，你没有去医院检查过吧？我是没有去医院检查过，但是我感觉自己没有问题，明天我就去医院检查。若是王志的问题，非得让他赔钱不可。长生看过剧情，知道苗巧燕身体是没问题的，不过这还不够。我上次在王家就看到房间里放了不少金属材料，应该是王志从厂里拿回来的吧？这些年应该也卖了不少钱，这可是挖社会主义墙角啊！被查实了可是要坐牢的。王志真是大胆，厂里的东西都敢拿。小妹，到时候他不愿意拿钱，就去厂里举报他，看他还当不当的成功人。小妹，咱们老苗家不能吃这个亏，你放心，二哥帮你出头。苗国栋说话有意无意将长生排除在外，就是担心他也要凑过来分一杯羹。等得到赔偿了，我会拿钱出来作为误工补贴的。苗巧燕想得明白，让王家心甘情愿掏钱都是不可能的，必然是要发生冲突，这就需要家人的支持了。毕竟一个女人真要冲突起来，肯定是要吃亏。后面的事儿我就不参与了，你们自己商量着办。说完就出了门，他才不愿意参与这些狗血事件呢。天气干冷干冷的，在家里烤红薯不香吗？没过几天，他就得知了王志被抓的消息。苗巧燕先是去县里的医院做了检查，检查结果完全没有问题。面对医院开的报告，王志也不得不承认是自己的身体有问题，最后补偿了200块钱。没过几天，苗家竟然又拿王志偷厂里材料的事开口要400块钱。王志在混乱中拿刀刺伤了苗国栋，公安将两方都带到派出所。结果就是王志挖社会主义墙角被判了20年，苗家也没有再要到钱，而且还贴了好几十医药费。一时之间，苗家的风评在村里跌落谷底。妈，我们真要去老屋那边过年吗？当然，没有你爷爷奶奶，就没有你爸爸，你们也要孝顺。知道了。你们要是不想在老屋多待，我们吃完饭就走。他不想将孩子养成毫无理由的孝顺，在他看来，无论是爷孙还是父子，感情都是相互且需要培养的，不能因为那一丝血缘就能随意道德绑架。随后，他又将苗巧燕离婚以及后续发生的事情都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于秀琴，免得和苗巧燕相处时候吃亏。所以那王志还没过年就去坐牢了。他也是自作自受罢了，不做犯法的事，别人再怎么闹也没用。你一直在黑市卖东西，会不会也被抓？我和他不一样，而且我之后也不打算卖那些东西了。如今手上有60多块钱，粮食也不愁，就没必要冒大风险挣那点钱，苟一点总是没错的。就这样苟到了第2年10月份，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整个村子都热闹了起来。恢复高考后，苗国栋夫妻2人打算报名参加，结果小妹却生气了。妈，我和李颖准备报名参加高考，高考定在12月份，时间紧，任务重。我们2人高中毕业7、8年了，以前的知识点基本都忘记了，需要时间复习，这段时间就不干农活了。苗母还没出生呢，苗巧燕就火了。你家里3口人吃饭，你们要集体放假吗？我们就是这2个月不上工。还2个月，你们能2个月不吃饭吗？你们俩1年的工分换的粮食都不够你们一家3口吃饭。今年以来，他算是看透这个二哥了，干活不咋地，要钱第1名，一天下来工分还没他挣得多，一家子口粮都挣不出来。
现在竟然要准备考试不上工了，那怎么行？粮食不够，我们自己买。我就是想安安静静看看书，怎么就这么难？自己买，那还不是用的我的钱？我为了帮你要到钱，手都受伤了，这是给我的营养费。眼看兄妹几人争得面红耳赤，苗母赶紧说道：“老二，晚上等你爸回来再商量吧。你们这样一停工，家里压力就大了。反正我是不同意，他们要停工复习，那我也要复习。我也是初中生呢，也能够报名高考。”晚上经过一番商量，最终苗父拍板，让他们每天上工半天，其他时间复习。苗巧燕心里不平衡，也要参加高考。结果高考结束，3个人都没考上。没有了原主一家子兢兢业业的奉献，原剧情中考上的李颖也失利了。3年时间匆匆而过，苗国栋几人参加了3次高考，都没有考上。苗巧燕也似乎跟他二哥杠上了，每次也报名参加考试。苗巧燕，你一个初中生能不能别每次考试都凑热闹，在家好好干活挣工分不行吗？初中生怎么了？你们高中生还不是没考上？切，你们要考试，我也要考试；你们要复习，我也要复习。想让我干活养你们一家子，门都没有。苗国栋脸色很不好看，考的次数越多，他越紧张，分数反而有下降的趋势，这让他很苦恼。李颖心里更是烦躁，他预感自己可能真的走不出这农村了。吵什么吵？我看你们都没有读书的脑子，考了3年一个都没考上。你们知道别人是怎么说的吗？哎，不如跟你们大哥学学，挣个满工分，一家子也不愁吃喝。苗母现在觉得老大算是不错的了，勤快不怕吃苦，至少不会让他在外人面前丢脸。妈，我是高中生，难道要像大哥一样在家天天种地？我跟你们爸商量了，今年再考一次，要是考不上，都给我安安心心干活。哎，鹏鹏明年就要去公社小学读4年级了，这2年你们要复习，家里粮食不够吃，买了那么多粮食，钱也花的差不多了吧？家里实在是供不起了。其实苗母没说的是，他和苗父现在觉得家里这几个是干啥啥不行，反倒是老大分出去后，日子过得踏踏实实，比家里几个人靠谱得多。这天苗国栋到县城找最新的考试资料，没想到碰到了李颖曾经的追求者，对方嘲笑他考了3次都没考上。苗国栋不小心推了对方一下，导致对方跌倒撞到一块大石头上，当场就晕死了过去。原剧情中苗国栋以为对方死了，惊慌失措之下就赶紧跑回了家，让长生帮他顶罪，坐了2年牢。其实那人并没有死，甚至都没有受到很严重的伤，不过是假装被撞伤了脑子，想多赔点钱而已。只是公安直接抓了人，他怕公安调查出他假装重伤的事情，所以就接着演了下去。原主就这样阴差阳错的坐了2年牢。等长生下工到家时，苗母已经等待多时了。老大，你回来了，到老屋去，有事情要跟你商量。好，2人一前一后的到了老屋，刚进门，苗国栋就直接扑通一声跪在了他面前。这是干嘛？行这么大的礼？大哥，你救救我吧，也只有你能救我了。到底咋回事？哎，老大，你弟弟打死人了，他今年又要参加高考，还有孩子要养，你能不能救救他？什么？打死人了？这可是要挨枪子的，我能怎么救他？这是一个意外，老二他不是故意的，不会挨枪子的。公安来了你就说是你干的就行了。看来你们是都已经商量好了呀。他虽然没对这个家庭抱太大希望，但是见到这样的场景，还是替原主感到不值。你们怎么就确定人家死了呢？如果是受重伤，也就是坐几年牢的事啊。你弟弟要参加高考，不能有坐牢记录，不然通不过政审。大哥，是我对不起你，你救弟弟这一次，等我考上大学了，一定好好报答你。大丫二丫的学费、生活费我都包了。呵呵，等你考上大学，恐怕要下辈子了。要我顶罪也不是不可以，不过我要300块钱现钱，而且不管是坐牢1天、10天还是10年，这钱我都不会还。你们需要给我立字据。老大，你是钻到钱眼里去了吗？自己兄弟你要那么多钱干嘛？我跟你爸还在呢，会亏待你2个孩子吗？苗父想要再说什么，被苗国栋打断了。好，我答应你。苗国栋赶紧回房间拿出纸笔，我念你写。于是长生念一句，苗国栋写一句，很快就写好了字据。长生又让他把家里人都喊了过来，一一在字据上签字。明天早上我要见到县前，不然我是不会认下这个事的。他这个数额也不是随便喊的，估计这也是苗家当前所有的存款了，就看苗国栋能不能让其他人都拿出来了。回到家后，长生又跟于秀琴说自己因为有点事需要配合公安调查，这可把于秀琴吓得眼泪直流。最终还是他再三保证2天就能回来，才勉强劝住。第2天，苗长生来到老屋时，苗国栋将1沓钱塞到他手里。大哥，顶罪也是犯法，你可别露馅了，不然我们都被抓了，家里还有谁来照顾呢？哟，还知道顶罪也犯法呢，我心中自然有数。随后，苗母又端出1大碗面条，竟然还有一个鸡蛋。老大，吃个早饭吧。这可能是我在苗家吃过的最好一顿早饭了。妈，你这是给我做的送行餐吗？长生声音讽刺，苗母避开了他的目光。不一会儿，外面来了2名公安。我跟你们走。不等公安开口，长生就主动认下了。出了门，
村民见公安押着长生往回走，都惊讶的不行。公安同志，苗家老大可是个老实人啊，你们没有搞错吧？都让一让，我们不会冤枉好人。现在把人带走，只是为了配合调查，如果没事自然会放回来，请不要妨碍办案。还有人不死心的问道：那公安同志，苗家老大是犯了什么事儿？伤人罪。21号他在城里伤了人，人家还在医院没醒过来呢。众人都面面相觑。等公安带着长生离开后，大家才纷纷到苗家询问。我说苗老弟，真是你家长生打伤了人吗？长生我们是看着他长大的，向来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怎么会敢伤人？这只是个意外，老大到城里买东西，碰到人讽刺他没有儿子，所以他就推了人一把，没想到那人被车撞倒了。对，我大哥没有办法，这就是一个意外，而且我们给他凑了赔偿款，估计过几天就能回家了。都散了吧，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我们还要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苗父挥手驱散众人，转身走进屋里，苗国栋也赶紧跟上。现在怎么办？怎么办？干活去，给老子还钱！这么大的人了，做事没有个分寸。我们老两口的棺材本都借给你了，还问怎么办？苗父现在是真的觉得老二立不起来，儿子都7、8岁了，还在给爹妈找麻烦。但毕竟是疼爱了这么多年的小儿子，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去坐牢，而被带走的老大就完全被他忽略了。长生很配合的跟着公安来到县城，也更加详细的了解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周坤到现在还一直昏迷不醒，对吧？是的，医生说身上倒是没有什么外伤，可能是撞到了脑子。我去看看他可以吗？我想去给他家人道个歉。这自然可以，如果能求得受害者谅解，在最后判案时也会从轻考虑。不过周坤父母情绪一直不好，可能不会谅解你。没关系，我的歉意表达到了就行。随后2名公安把长生带到了医院。叔叔阿姨，我是周坤的同学，我来是想跟他单独说说话。周父周母也不疑有他。你们慢慢聊，我们去打水。我是苗国栋的大哥，我知道你是装的，你要是现在醒过来，咱们啥事都没有。如果你现在不醒过来，你信不信你以后都只能这样躺着了？周坤只感觉身上压力剧增，一阵静默后，他还是坐了起来。苗哥，你自己跟你爸妈解释。阿坤，你醒了，你可吓死我了。他醒了。怎么感觉那么科幻呢？说醒就醒了。周坤已经醒了，在医院检查也就是一些擦伤。周坤又坚持说当时是他主动挑衅，愿意和解，事情就这么解决了。长生当天下午就回到了村里。长生，你不是被公安带走了吗？怎么就回来了？我被带走只是配合调查，结果没我的事，自然是给我放回来了。你爹说你把人打成重伤，差点就死了，是不是真的？是真的，我还能回来吗？长生一甩头，直接走了。刚进家门，于秀琴就回来了。我说过没事的。下一刻，于秀琴直接把头埋在长生胸口，放声哭了起来。过了好一会，长生才缓缓说道：“我饿了，我去点你热饭。”看着于秀琴忙碌的背影，长生觉得这一世的妻子也还不错，勤劳质朴，心性坚韧，对2个女儿全心全意的付出。虽然2人之间的沟通不算多，但却能够感受到他的真诚和关心。此时，正在除草的苗国栋也知道长生回来了，他就被铺天盖地的心痛与愤怒所覆盖。他扛着锄头就要往家里走。你要去干嘛？我去找苗长生把钱要回来，他骗我的钱。老大骗你的钱，是不是你在外面惹祸招来公安的？是不是你要高考才让老大替你的？是不是你写的字据？可是他根本没坐牢，也不该要那么多钱啊，整整300块呢。坐没坐牢他都去了公安局，你信不信？这是你去的话，8成要坐牢。你要想继续高考，还想要点名声，就给我老老实实去干活。听到高考，苗国栋只好老老实实的干活去了。随后的几年里，苗家3人和高考杠上了似的，屡战屡败，成为了村里的笑料。长生在改革开放之后，就做起了服装生意，从广市进货到这边卖，很快就积累了一笔资金，一家子都搬到了县城生活。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了，在省城已经开启了贸易公司。这次从省城回来，就是想带着家人一起去省城生活。爸爸，这次我和妹妹都考了第1名，你答应给我们奖励的复读机呢？我数学考了100分呢。长生刚进屋坐下，2张成绩单就递到了他手里。都考得不错，不过你们能不能先给爸爸倒杯水？我渴。我去帮你倒，我帮你按键。不错，你们都考得很好。随后从包里面翻出2个复读机，都是一个型号的，你们1人1个。喏，这是电池。爸爸你真好，爸爸真好。这时候于秀琴从外面买菜回来，老远就听到2个丫头开心的声音，就知道他们爸回来了。妈，看爸给我们买的复读机。长生斜靠在沙发上，看着他们几人说笑，脸上也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容。吃晚饭的时候，他提起了搬去省城的计划，于秀琴自然是支持的。他知道自己在生意上帮不上忙，因此在其他事务上从来都不拖后腿。既然要去省城，一家子还是决定回家一趟。老家住的房子已经被他买了下来，
不为别的，就为了回家还能有个念想。苗老弟，你家老大回来了。我知道了。大哥回来了。老大回来了，那我先回去做饭。这时候已经土地分包到户，分包到户之后，苗家的日子也好过了很多。苗国栋几人高考了多次也没考上，最终放弃了，安心在家干活。苗父苗母身体都还算不错，所以一年到头也还在地里忙着。苗鹏小学毕业就不读书了，爸妈让他好好学习，他还顶嘴说你们考这么多年都考不上，家里就没有那个学习的脑子，把苗国栋夫妇气得够呛，所以也就不管了。长生一家子将家里家外打扫了一遍，天色已经快黑了，苗母就是这时候来的。家里饭做好了，去老屋吃个晚饭吧。老大这些年越来越有出息，但是与家里的关系一直都不亲近。他也知道是以前家里的做法让他离了心，如今面对儿子，他不由得有些气短。好的，我去拿东西。长生一家从后备箱拿出几盒礼品拎在手里，随着苗母向老屋走去。大哥，你来了，回自己家还带这么多东西干嘛？欣欣和莹莹都长这么高了呀，快过来坐姑姑旁边。还是女儿懂事儿，不像苗鹏那个小兔崽子，不知道跟一帮狐朋狗友跑到哪里去了，晚饭都不回家吃。鹏鹏就是被你们惯坏了，这孩子欠教育。我看啊，老二你们俩还真不会教育孩子。你看你大哥家两孩子教育的多好。对，还是老大两口子会教育孩子。长生只顾吃饭也不接话。饭过半晌，苗父突然说道：老大，你做生意反正也需要人帮忙，不如你把你侄儿带上，他识字，你不用给他开工资，顺带管教就行了。呵呵，又是想让我培养苗家第3代传人吗？我不能带他去，一来他性子顽野了，他爸妈都管不住，我怎么可能管得好？二来就是我们要搬到省城去了，到时候你们要想见一面都很难，我可不忍心看到你们与最亲的孙子分离呀。你们一家都要搬去省城吗？那县城的房子？县里的房子东西也都卖了，我们这次回来其实也算是告个别，有很长一段时间可能都不回来了。这话一出，大家都陷入沉默。过了好一会儿，苗父才缓缓说道：去省城好啊，你生意越做越大了，这是好事。之后，长生将2个存折本递给苗父苗母，说等明年他们60岁之后会寄钱给他们。苗母有些急切地问道：老大，你还会回来吗？这时候苗母才感觉到自己似乎要失去这个儿子了，一种急切的害怕笼罩了他。有空会回来看看的。当天晚上，苗母的眼泪怎么都收不住。老头子，你说我们之前为什么要那么对老大呢？明明他才是这个家里最省心最听话的孩子啊。苗父心里也后悔啊，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现在已经成这样了。一开始可能是有些封建迷信，相信老大克父克母的说法，到后来则是偏心成习惯了，根本收不住。那能怪谁呢？只能怪自己啊。之后，长生再没有关注过村里的事，他的事业倒是越做越大，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多，公司也变成了综合性集团。苗心喜欢自由自在的旅行，大学选择了摄影专业，毕业后就成了一名摄影师。倒是苗莹对经营管理感兴趣，学了工商管理专业，一毕业就参与公司经营，做得还有声有色。等他上手之后，长生就毫不犹豫地放权了，带着老婆过上了四处旅游的好日子。